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做最近流行的一款小零食——杏仁奶酪小方。外酥里嫩，混合着杏仁、奶酪跟芝士的香气，特别的好吃，尤其适合小朋友们一口一个。操作过程特别简单，同时一次性可以做出来好几个口味。今天我做了原味跟摩卡味道的。烤盘上铺上油脂防灾。这个配方出来正好是做28×28的烤盘，一个烤盘的量。根据自己所用烤盘的底面积跟我的烤盘底面积算出一个比例，拿这个比例去乘以配方，就是你所需要的用量。中间的一小条油脂开到最后你就知道它的用途了。我们还需要2个标花袋。称取奶油奶酪的时候不要全部打开，开个小口，慢慢的挤出来，用多少取多少，内部的接触不到空气，这样分好就可以保存相对较长的时间。全部打开的话会比较容易坏。冰箱的冷藏鸡蛋加一点热水，稍稍把它回温，因为我们需要用的是回温的鸡蛋。同样准备好其他的原材料，主要是黄油、鸡蛋、糖粉、盐、帕玛森奶酪芝士粉，它是这款小方的点睛之笔，只要稍许就可以增加整个饼干的香气。这是奶油奶酪，因为我做2个口味，这是原味的粉类，有杏仁粉跟低筋面粉，这是摩卡口味的杏仁粉、低筋面粉、巧克力粉和咖啡粉。一会儿除粉类之外的面糊我们做好之后会分成2半，做2种口味。取2个玻璃盆，大的盆我们称一下它的重量，写在纸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加入黄油，这黄油一看就是没提前拿出来软化，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可以有个急救办法，把它切成这样的大块，放进微波炉，每隔5秒5秒把它拿出来拌一下，再5秒的方式把它加热到这种用打蛋器一戳进去就可以戳得动的地步。因为这个办法实在太快太好使了，所以我现在一般黄油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加速它的软化。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把黄油打发，只需要把它稍稍打到顺滑即可。做任何曲奇饼干类的东西，如果你黄油打得越发，它出来的成品就会越偏向于蛋糕；如果你打得越不发，出来的成品就会越偏向于黄油饼干，那种比较硬的。而这款小方是介于2者之间的，所以黄油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打发很多。另外一个碗中加入软化好的奶油奶酪，没有提前拿出来软化，也可以用微波炉5秒5秒的方式把它加速软化。同样，奶油奶酪我们只需要把它稍稍打到顺滑，2者都打顺滑了，它们才能很好的搅拌在一起。先取一小部分奶油奶酪加入到黄油当中，用打蛋器的低速把它们混合均匀，直到所有的奶酪跟黄油都混合好之后，我们开始提高速度，稍微把它们打发一下。我大概打了1分半钟左右，打到大概成羽毛状。中间记得时不时要刮一下盆壁，这样保证所有的地方都被打发到。然后我们往里面塞入糖粉，这个用量做出来是正常的甜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甜程度来增加糖粉的用量，可以减少糖粉，往里面加入坚果、葡萄干等等来改善口味。我给出的是一个基础的配方。加完糖粉，记得先用刮刀搅拌之后再上打蛋器，否则的话糖粉会飞溅出来。这里只需要用打蛋器的中低速，慢慢的把糖粉跟黄油奶酪芝士糊给混合均匀就可以了。同样记得随时要刮一下盆壁，保证所有的材料都是混合均匀的。通过一定的搅打，黄油奶酪芝士糊里面冲入了一定量的空气，现在看的是非常蓬松并且颜色发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加入液体部分，就是鸡蛋。首先我们往里面加入1个鸡蛋，用打蛋器的中低速把鸡蛋融合到黄油奶酪芝士糊当中。1个鸡蛋的加入立马让黄油有点水油分离，成点豆腐渣的情况。我们取上一点点的热水，50度左右，让黄油奶酪糊坐在温水当中，开始稍微搅动一下，只要给它一点点的温度，它就立马会乳化得很好。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温度过低的蛋液会让黄油造成一定的水油分离，我们给它一定的热量，它就会立马恢复顺滑。我们一定要在恢复顺滑看不到豆腐渣的情况下，再加入下面的固体粉类。这时候我们再打入1个鸡蛋，继续在温水中把鸡蛋跟奶酪芝士糊混合均匀。所以说温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加完2个鸡蛋之后，
这时候的面糊是看不到任何豆腐渣的情况的，是看着是比较有油脂类的那种比较鲜亮的状态。我们加入盐跟帕玛森奶酪粉，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均匀。到这时候我们这个芝士奶酪糊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分成2份，然后加入原味的粉类跟摩卡味的粉类来做2种不同的口味。举一反三，你也可以做成5种不同的口味。所以刚才那个盆的重量一定要把它称好，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平均分成2份。1份面糊大概在370克左右。取出其中1半的面糊，加入低筋面粉跟杏仁粉。杏仁粉这里不要省略，它可以让做出来的曲奇有那种比较疏松的感觉，因为相当于是杏仁嘛，是油脂类的东西。如果不想买一大包杏仁粉的话，可以拿家里吃的杏仁直接加上一点前面的糖粉，用它打成杏仁粉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再用打蛋器把它稍微融合一下，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芝士小方面糊了。这块饼干面糊这时候看着更加贴近于棒蛋糕那种质地，这芝士小方外酥里嫩里面的嫩来自于这里。我们把面糊放在标花袋中，先放置一旁。同样的操作，取出另一半刚才分好的芝士面糊，往里面加入杏仁粉、低筋面粉、巧克力跟咖啡粉，做成摩卡口味。做成其他口味的，可以把里面一部分的低筋面粉，大概10克左右，换成抹茶粉或者其他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可以。同样先用刮刀搅拌均匀一下，再用打蛋器把它打到看不见干粉，稍微细腻一点就可以了。看着这面糊，是不是以为自己在烤蛋糕呢？同样的操作，我们把它放到标花袋当中，把2份面糊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取出刚才准备好的烤盘，顺着烤盘的边缘，把面糊一条一条的挤在上面。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可以快速的把它表面刮平整，因为如果你直接倒入面糊的话，它这个面糊没有蛋糕面糊那么稀，又比曲奇饼干那么稍微稠一点，所以说它很难把它刮平。我们这样挤的话，稍微刮几下就会非常平整。揭晓一下，刚才那一小条油脂的作用是为了隔开2种口味，贴在这个芝士小方面糊的侧面，我们挤上摩卡味道的面糊，同时你也可以在上面撒上杏仁片等等，来提高它的口味跟层次。刮平整之后，放入160度的烤箱烤30分钟，烤到油脂跟面糊稍稍脱离，表面轻微上色，用手碰一下，慢慢结成那种硬的皮了就可以了。把它拿出来，稍微放凉之后，我们要把它切成小块。小方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时候你看这个油脂跟面糊已经是有点脱离了，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切割了，切成大概2公分左右宽的长条。你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把这个尺的宽度直接作为小方的宽度。为什么这里要把它切成小方块呢？一来首先它的外形比较好看，二来切成小方块之后，我们再去烘烤就可以达到外酥那个酥的程度，加上里面内部比较嫩的那种质感，所以才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口感。都切割好之后，我们把它直接用直尺给它转移到烤盘上，轻轻的稍稍摆开，完全不麻烦的，很快就把它切割好，然后转移过来，稍微分开一下，我们再录入烘烤20分钟左右。小巧的饼干往往都会给人更多的食欲，同时它又会使外缘更加多了一层酥脆的口感，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块饼干的。我们放回到160度重新烘烤20分钟左右，到底部表面看着上色就可以拿出来了。烤得越长口感越酥脆，烤得越短里面的口感越偏嫩，所以说看你自己喜欢。我比较喜欢这种颜色稍微上的重一点，外酥里嫩的感觉特别好吃。这样我们的杏仁奶酪小方就做好了，掰开一块看一下，外面的酥脆里面的松软，夹杂在一起，一口一个。
而且放在室温中1-2个星期都没有问题，都是不会坏的。我们取上一个密封罐子，把它放在罐子里面密封保存。泡上一杯热茶，吃上几块杏仁奶酪小方，自然是一个闲暇的下午。那我是毛毛，希望你喜欢我的这期小方视频，有任何问题记得在视频底下留言。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拜拜。